欢迎回到投资硬总经。在第63集的节目当中，专栏作家艾谢克建议投资人应该把握回档布局，静待反弹再进行减码。不过近期股市的动荡非常的剧烈哦，艾谢克对于市场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呢？今天这集我们就来聊聊台美股全面转熊，该坚持逢低布局还是赶快逃呢？4月初，当我们还在放清明连假的时候，美股连跌了2天，纳斯达克指数跌了超过 20%， 正式陷入熊市，市场的恐慌情绪爆棚哦。台股也在连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重挫超过2000点，原因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川普宣布了对等关税政策，对大部分的国家课征至少 10% 的关税，而像是中国、日本、台湾等等造成美国贸易逆差严重的国家，更是被课征了高达 30% 甚至 40% 的关税。而中国不甘示弱，马上进行反击，宣布对美国产品征收最高 34% 的报复性关税。不过川普的2大施政重点其实很简单哦，就是对内减税以及对外增加关税。透过对全球课税，他可以替美国创造大约8000亿的税收，反过来支持他在美国国内的减税政策，对企业、个人还有退休金进行减免，这是一种以战养税的逻辑。而对其他国家全面开征 10% 的普世关税，却直接对中国课征超过 50% 的税率，其实是川普用来逼迫各国选边站以及重新谈判贸易条件的策略。简单来说，他就是先开出一张超高金额的账单，等对方来讨价还价，最后达成的协议看起来就会变得比较容易接受了。而我们只要掌握川普课征关税的用意与逻辑，即使股市短线风雨飘摇，但就中长期来看，其实还是很有期待感的。怎么说呢？首先就是3大利多的逐渐浮现。第一个就是关税大战有望休兵，随着各国陆续回到谈判桌上，不排除有些国家的税率会降回将近 10%， 甚至部分产品进入豁免名单。第二个利多是减税方案可望落地，当大量的关税收入为减税铺路，将会进一步刺激美国国内内需。第三个利多是市场普遍预期联准会可能会在6月降息，9月再降一次，这有助于缓解市场的资金压力。不过如果只是单讲这3大利多，恐怕还是无法消除投资人心中的疑虑。那我们就继续从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数据来剖析。但是在继续说明之前，邀请大家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加入之后，不仅可以观看专属影片，还有专属徽章与会员电子信。欢迎大家按赞、订阅与分享，大家的支持与鼓励都是让我们继续带来精彩内容的动力来源哦。我们先来看到最新且最及时的美国3月采购经理人指数 S&P Global 美国综合 PMI 指数上扬到 53.5， 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其中服务业指数从2月的51大幅上升到 54.4。 虽然 ISM 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 53.5 下降到 50.8， 但是如果仔细去看 ISM 的服务业指数细项，就会发现最重要的产出指数同样从2月的 54.4 上升到 55.9， 显示市况的确热络。拖累指数主要是因为聘雇指数大幅下滑了 7.7%， 这很可能是受到当前市场气氛的影响。而从 S&P 采购经理人指数来看，美国经济在第一季的实际表现上，增速是加速而非收缩的。从2月的个人消费支出来看，也可以看到美国内需仍旧维持很好的增长动能，在 3% 就可以视为强劲增长的前提之下，目前实质个人消费支出增长已经达到 2.7%， 离 3% 也只有一步之遥。其中服务业增长 2.3%， 商品消费飙升到 3.6%。然而由于美国目前的储蓄率已经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 4.2%， 美国的实质可支配所得增长则是徘徊在 2% 左右的增长水准。因此提前消费潮告一段落之后，在今年的第4季消费力仍有可能转弱，但是在大规模的减税案加持之下，内需要出现衰退的几率仍然是微乎其微的。接着看到最重要的就业市场，3月的非农就业人口大增达到 22.8 万，搭配最新3月底初领失业金人数再创7周的新低，显示美国就业扩张趋势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时薪年增率正在持续下滑，最新的3月数值降到 3.8%， 创下去年7月以来的新低。而较低的时薪年增率有助于压制通膨，造就了一个非常理想的低通膨加上高就业的环境。至于市场短线担忧的因为关税造成的通膨攀升问题，我们认为至少在短期之内并不是那么足以成为隐忧。原因就在于攸关短线通膨的原物料指数近期也跟随资本市场回落同样出现暴跌，这将会影响生产者物价指数，并将对通膨产生巨大的压制效果。我们可以回顾2018到2019年的美洲贸易战，尽管课税连连，整体的通膨却反而略微下滑。现在的状况其实也类似，为了抢在关税生效之前，美国正在史无前例的大量进口建构库存，1月的增幅达到 23%，2 月预估将会破 30%。如此大量的超额进口，后面很可能就会面临库存去化的压力，这将会反向压低商品的价格。总结来说，虽然第二季的开局就遇到了大震荡，但是关税谈判、减税方案以及降息这3大利多都已经浮现在眼前。美国的就业市场以及消费强劲，基本面稳健，关税通膨影响有限，超额进口反而还可能压低物价，以及随着联准会降息的时间点接近，市场资金将逐渐转向股票等等风险资产。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跌升就是机会。所以我们建议投资人不需要陷入恐慌的情绪，反而应该趁势稳健布局。今年的市场节奏将会是震荡为主，向上有望，把气拉长，掌握低买高卖的节奏，相信几个月之后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啦。财团粉丝们，您认为第二季的美股走势会怎么发展呢？ A. 在震荡整理之后走升，利多将会慢慢发酵，风险资产有机会回稳反弹。B. 继续下跌，关税跟地缘风险还没有完全反应，还是先避险为上。C. 多空拉锯，市场没有明确的趋势，还是先观望再说。留言告诉我们吧。今天的投资硬总经到这边告一段落，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记得帮我们按赞与分享哦，我们下次见。